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连续2日的无眠之夜，我终究还是将妻子送走了，让她体面地离去。孩子已被我暂时寄养在有人之处，而我则独自回到了那个空荡荡的家中，连室内的灯光都不敢轻易打开，只是在黑暗中静静地坐着沉思。我承认我在恐惧，是妻子用她的温柔和坚持将我从混乱的边缘拉回了现实的生活。如今失去了她，我仿佛看到了内心深处的黑暗正悄然蔓延。突然间，门外传来了激烈的敲门声。陈宇，快开门，开门啊！这声音来自我的岳母。我抹了一把脸，调整了下情绪，然后去打开了门。门外黑压压地站了一群人，我站在门口，面无表情地与他们对视。有什么事吗？我冷冷地问道。岳母朝他身后的人群挥了挥手，大家都进来，进来坐。岳父、岳母、小舅子以及他们身后的那群人，如同潮水一般涌入我的家。我垂下眼眸，紧皱着眉头，看着那一双双脚印踏上妻子曾辛勤擦拭的地板。那地板曾是妻子劳动的成果，现在却被无情地弄脏了。岳父岳母以主人的姿态在我的沙发上坐下，岳母不满地看着我：“小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看到这么多家里的亲戚都来了吗？还不快去泡茶，准备晚饭？”小舅子点燃了一支烟，一口烟雾吐出，他惬意地靠在沙发上，烟灰随风飘落，在我的皮沙发上烫出了一个小洞。我听人说，沪市有个叫 Gap 的餐厅不错，人均4000左右吧，马马虎虎。姐夫，你就在那儿安排一下吧。大家随便聚聚。我站在原地，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一扇门后。那扇门后常年放着一根棒球棍，我能感觉到体内有一股暴力的力量在涌动，试图冲破理智的束缚。当本能的冲动开始占据上风，我缓缓地迈开了脚步，向那扇门走去。岳母的催促声再次响起：“快点上茶呀，这一屋子的人都等着你呢。”这样像什么话？我路过餐边柜时，看到了柜上妻子的照片，她在相框里微笑着，静静地注视着我。我的血突然冷了，深呼吸，拉开椅子，坐在岳父岳母对面。我说：“家里有白事，不方便招待，爸妈带着亲戚们过来，是有什么事？”岳母的脸色冷下来，她把手里的手机啪一声扔在茶几上：“怎么？沈真真死了，我们连你一口饭都吃不上了。”我垂下眼眸，敛去眼神里的杀气。妈，我再说一次，有事直说，没事的话，家里有白事，就不招待大家了。小舅子抱起，一脚踹在茶几上，厚重的茶几砰一声响，朝我这边歪了几公分。陈宇，叫你姐夫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不是看在我姐的遗产上，谁他妈愿意踏进你这破房子？遗产？我抬眼，先看向餐边柜上老婆的照片，好一会儿，回头看满脸不忿的岳父岳母和小舅子。有什么想法？岳父清清嗓子，拿出一张纸摆在我面前。我们知道的，你和沈真真的资产都列在这里了，包含但不限于500万存款、2辆车，现在住的这套房子，还有你爸妈死后留给你的洋房。我们上网查过，老洋房价值1.5亿，这套房子市场价1000万。你们的资产有一半是你的，剩下的那半应该由我、你妈、小军、你和你儿子5个人平分。房子和存款按照市场价折现，你要转给我们5100万。至于那些零零碎碎的金银首饰和名贵包包，留给你做个纪念吧。沈军不愿意了。爸，
凭什么要留给他？沈真真那么多名牌包包，随便找个回收二手包包的，也是一大笔钱。说完，他起身往衣帽间走。他走进衣帽间，打开我老婆的包包展示柜，粗鲁地扒拉着，看得上的拎在手里，看不上的随手扔在地上。这些包全都是我陪老婆出国旅游时买回来的，每一个都是他的心头好。我又回头看了一眼老婆的照片，她脸上的笑容好像淡了。老婆，你也生气了，对吧？那我出口气，你应该不会怪我的吧？我等了好一会儿，老婆她也没有摇头。于是我起身走过去，拿出棒球棍，众目睽睽之下走进衣帽间，用棍子抵着沈军的后脑勺。你敢再动一下真真的东西，今天我和你总有一个人要横着出这间房。沈军僵着身子不敢动了，岳母尖叫着扑过来，用力扯我的衣服，试图把我扯开。造孽啊！我女儿尸骨未寒，你这样对她的家人。结婚前，沈真真还知道每个月往家里汇钱，结婚后，除了每个月3000块生活费，她是多一块都没有了。当初我就应该把她嫁给村口卖猪肉的老四，好歹每个月还有吃不完的猪肉。聒噪！我扬手一巴掌甩在她脸上，她的嘴角渗出鲜血，半边脸肉眼可见地肿起来。你，她捂着脸往后退，一直退到沈军身边才敢停下来。我冷着脸，侧着身子让出一条路，用棒球棍指着门口，滚，全都给我滚！沈军白了脸，慌慌张张地扯着他妈往外走。走到我身边时，我用棒球棍拦下他。姐夫，东西留下。他手忙脚乱地把手里的包包放回柜子里，扯着岳父岳母慌不择路地离开。第二天，我是被合伙人的信息吵醒的。他给我发了一段视频，岳父岳母带着昨天来到我家里的那群人，闹到了公司里。小舅子正站在前台训话，你们最好搞清楚现在是什么形势，你们都知道的吧？沈真真死了以后，这公司就是我的，你们是死是活，那就是我一句话的事。说完，他伸手试图去摸前台小姑娘的脸。你长得漂亮，以后跟着我吃香喝辣，我给你涨工资。视频后面，合伙人只有一句话：兄弟，我处理还是你处理？我回他，我来。起身迅速洗漱，我拿起钥匙出门，开车赶往公司的路上，我也顺便电话通知律师一起过去。我以为这事情会有一顿闹腾，没想到的是，等我赶到公司，看到沈军被公司里几个本地的小姑娘围着打，愣是被揍得鼻青脸肿，嗷嗷叫着求饶。前台小姑娘叉着腰指着岳父岳母疯狂输出，两人脸色难看得要命，却硬是找不到回嘴的机会。合伙人在一旁憋着笑，看到我来了，才装模作样的上前劝架，把这群人都领到会客室里。律师也到了，我懒得跟他们废话，说了我的条件，给他们一家子500万，此后跟他们再无瓜葛。岳母首先不愿意了，她梗着脖子说道：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还给沈真真买了巨额的意外险，昨天算的账还没包括保险赔的钱呢。谁知道你是不是买了保险，又故意找人撞死他？5100万现金，一个字儿都不能少。沈军顶着青肿的脸，站在离我远远的地方，帮腔道：沈真真的人血馒头好吃吗？你别拿律师来吓唬我们，我找律师咨询过了，这些都是我们应得的。那个谁，你是跟他一起合伙做生意的吧？你最好劝劝他，要不然到时候我们把他告上法院，搞不好会牵连到你。合伙人都被逗笑了。我跟你姐夫一样，
在沪市土生土长，祖辈所有的资源都在这里，就凭你们这几个一辈子也来不了几次沪市的外地人，给我挠痒痒，都嫌力气太小。沈军气得够呛，他伸手指着我的合伙人：“你别得意，等我拿到沈真真的遗产，我也会在沪市买房子安家，到时候老子弄死你！”合伙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，转身离开会客室。我看着眼前这群人，想到我老婆生前该有多辛苦，受了多少委屈，才安抚好这群吸血鬼，半点也没让他们闹腾到我面前。想着想着，我突然失了耐性，我把律师的名片推到他们面前：“这是我的律师，我的条件不会改，你们想通了，随时联系他。另外，既然真真不在了，我对你们并没有赡养的义务，所以真真每个月会回去的3000块，从下个月开始不会再有。你们住的酒店房费交到今天，再不抓紧时间回去，你们就得自己交续房的钱了。”说完，我便起身离开。经过前台时，让前台小姑娘通知保安赶人。就遗产的事情，我详细的咨询了律师，别的都好说。我爸妈留给我的这栋老洋房，是我曾祖父建的，一辈一辈传下来，是目前沪市为数不多的保存完好的老洋房了。它对我而言，纪念意义大于物质价值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把它让出去。但律师也明说，这栋老洋房是在我和真真的婚姻存续期间继承的遗产，按照现行法律，岳父岳母以及小勇子确实有继承权，只能说他们的要求合法，但不合情理。没关系，我不是什么善类，如果他们愿意拿了500万走人，我就当是替真真尽了孝道；如果不知足，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贪心不足蛇吞象。果然，狗改不了吃屎，我猜的一点都没错。新的天鹅子很快就来。下午，我在家里整理老婆的遗物，接到老洋房租户的电话，有一群外地人扛着行李在洋房门口席地而坐，声称这栋老洋房是他们的，要求租户马上撤场。我赶到的时候，他们一群10来号人正坐在人家的大堂里。沈军指着菜单一顿点单：“这个不要，剩下的全部都上，再开一瓶82年的拉菲。愣着干什么？我们是房东，还怕我们没钱给吗？再不去，信不信我不租给你们了，让你们老板把装修钱都亏掉。”服务员为难地退下。沈军合上菜单，对岳父岳母得意洋洋地说道：“真没想到啊，他们家老洋房竟然就是这家 Gap 餐厅。爸妈，这可是整个沪市最高级的餐厅，看来他们家绝对不止这点资产。”吃完了饭，我们好好盘算盘算。要我说，沈真真死得好，她不死，这些东西哪里轮得到我们享受？我冷着脸上前，把手里的文件甩在他们面前。听说你们通知租户撤场，抬头看到是我。沈军脸色白了一瞬，但很快他梗着脖子说道：“没错，你不给酒店续费，我们没地方住了，来自己的房子住。怎么了？”我把文件摊开，推到他们面前，看清楚了，1年租金300万，装修金1000万。如果房东违约，要求租户提前搬走，赔付装修金及1年租金1300万，谁结一下？听到这个数字，几个人都白了脸。这时，餐厅的负责人过来了，他把一份账单放到岳父岳母面前：“几位今天带人扰乱我餐厅的经营秩序，造成餐厅直接损失约5万元。请问几位，咱们是私了还是报警解决？”岳母白着脸，哆哆嗦嗦地站起来：“这位帅哥，误会，
都是误会，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”说完，岳母朝着岳父和小舅子使眼色，一行10来个人，脚底抹油，就想开溜。走到门口，被保安拦下：“你们刚刚下的单已经在后厨制作了，按照几位的要求，本次共消费258000元，共计258000元，可以刷卡，也可以扫码。”岳父岳母满头冷汗，双腿一软，跌坐在地上。沈军指着我，朝餐厅负责人大声说道：“他是我姐夫，你们找他要钱。”我两手一摊，这里每个角落都有监控，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，你们的行为与我无关。岳母哇一声哭了出来，她跪爬过来，扯着我的裤腿：“陈宇，陈宇，我是沈真真的妈妈呀，她就算死了，你也不能这么对我们啊！沈真真都死了，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你快把钱付了，带我们走，不能报警，不能报警啊！”小军还想考公务员，报警他就完了呀！我退后2步，上午我提的要求，如果你们答应，我可以考虑帮你们出了这个钱。不可能！岳父撑着旁边的椅子站起来：“我们生他养他，沈真真的钱就是我们的钱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搁这演双簧戏呢。你想得美，5100万1个字儿也不能少。”我冲餐厅负责人摇摇头，走到一边坐下看戏。一群人拉扯了半天，餐厅最终失去耐性，直接报警。他们才慌了。岳母把矛头指向他们带来的那几个村里的亲戚，要求他们共同承担这笔费用。最终，每人给餐厅刷卡支付了差不多3万块，灰溜溜的离场。就在餐厅门口，那几个村里的亲戚逮着岳父岳母和小舅子3人，一顿胖揍后，扔下他们扬长而去。离开餐厅，看看时间，快到点去幼儿园接儿子了。我索性在外面晃了一圈，到点了，开车回去接儿子。一路上，我都在盘算着该怎么跟年幼的孩子解释，爸爸妈妈这么多天没有来接他，该怎么解释以后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。路上有点堵车，我回到幼儿园的时候，离放学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小时。坐在车里调整好自己的心情，我推门下车，站在幼儿园门口轮值的老师刚好是儿子的班主任。他看到我，诧异地说：“陈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”有不祥的预感顺着我的脊梁骨往上爬。我僵着身子说：“我来接浩浩。”老师的脸刷得白了：“浩浩给他舅舅接走了呀。”我僵在原地，手脚冰凉，似乎全身的血液都从四肢百骸往心脏倒流。老师结结巴巴地试图解释：“我跟浩浩确认过，浩浩确实是喊他舅。”我强撑着用最后的理智问道：“接浩浩的人脸上是不是有被打过的淤青？”老师忙不迭地点头：“对。”我转身就走，边走边给合伙人打电话，给所有的朋友打电话。我额抖着声音求他们去帮我找我儿子。我对每一个朋友低声吼道：“我他妈给你跪下了，帮我找浩浩，去帮我找他。”坐进车里，我的手剧烈地抖动着，甚至没有办法按下一键启动的按钮。我的人生从来没有如此刻意般，恐惧与暴力的心情同时达到顶峰。我的左手紧紧握着右手手腕上戴着的老婆买给我的手表，直到冰冷的表链划伤我的手腕，有痛感从手腕处传来。我终于逐渐冷静下来，打开儿子电话手表的最后的定位显示在下一个路口，给公安局的朋友打电话，给他提供了浩浩被带离幼儿园后移动的方向。我坐在车里，不断地深呼吸。他们都是从小看着浩浩长大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。
我的脑海里闪过无数的可能，最后逐渐汇成一个念头：如果浩浩出事，我也不活了。我们父子俩一起下去找他妈妈。在此之前，我一定会把那几个畜生一起带走。20分钟后，朋友打来电话，浩浩找到了。我疯狂闯了几个红绿灯，开车赶到朋友给我的地址，一家简陋的旅馆。警察几乎和我同时到达，门被踹开的时候，浩浩在旅馆的小床上昏睡，沈军正举着手机给浩浩拍照。我就不信陈宇看到他儿子在我们手里，他还能不同意我们的要求？别跟我说什么打官司，时间太长了，我们耗不起的。警察破门而入，荷枪实弹的枪口对准他们。沈军手里的手机啪一声掉在地上，我铁青着脸上前抱起浩浩，感受到怀里的小人儿还有呼吸，我狂跳的心才终于落地，朝朋友使了个眼色。我抱着浩浩，头也不回地奔往医院。检查结果很快出来，浩浩只是吸入了少量的迷药，药效过后就会清醒。我这才两腿一软，跌坐在病床边。很快，朋友给我打来电话，很婉转地告诉我，他们3人一口咬死了，只是想带浩浩出去散散心，对浩浩并没有实施任何强迫性的手段。鉴于几个人确实是浩浩的亲人，所以即使明知道他们的动机不纯，但理论上很难定罪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儿子，愧疚与愤怒几乎同时淹没我的理智。我第一次动了杀心。浩浩是老婆给我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的念想，谁敢动他，我都会让他付出千百倍的代价。第2天，从朋友的安保公司里物色了靠得住的人，全程负责浩浩的安保工作后，我又去租了一套200多平、装修高档的大平层，然后亲自去往公安局，把岳父岳母和沈军保释出来。几人畏畏缩缩地跟在我身上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我把他们带到租的大房子里，亲自给他们奉茶道歉。爸妈、小弟，我知道错了。昨天找不到浩浩，我才想明白，跟钱比起来，亲人才是最重要的。真留下来的遗产，就按你们说的办。不过我手里没有这么多现金，资产变现需要时间。这段时间，你们就留在沪市，先适应这边的生活。我会抓紧时间把资产变现，你们也别想着回去了。除了那几千万，我给小军在沪市买套房子，娶个本地的姑娘，以后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做沪市人。几个人盯着我，脸上的表情几经变换。沈军试探着问我，昨天我们带走了浩浩，你不生气？我摇摇头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我还要谢谢你们，如果不是你们把浩浩带走，我怎么能想得明白亲人才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。岳父端起我双手递到他面前的茶，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。想清楚了就好，也不是不能原谅你。这样吧，连同我们昨天的损失，你先转100万到我账上，让我看看你的诚意。我立马掏出手机给他转了100万。看着钱到账的短信，一家3口喜笑颜开。我就说，沈真真的眼光不错，选了你，养他这么大到死，终于为老沈家做了件好事。我把沈军安排进公司里做我的专职司机，从那以后，我不管去哪里都把沈军带在身边，他跟着我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不管出现在任何场合，总有人笑脸相迎。他终于见识到了曾经他连想都没有办法想象的花花世界。他对我的称呼也从陈宇变成姐夫，最后变成哥。一次商务晚宴后，我们陪着甲方转场本是一家高档商务会所，整个晚上沈军都盯着会所里的包厢公主发呆，熬到凌晨。
把客户送走。我递给沈军一张名片，他盯着名片上的谢丽丽3个字，有些茫然。我笑，盯了人家一晚上了，也不敢上去要个微信。帮你调查过了，没有出过外场，清白姑娘。不过见惯了风月场所的姑娘，长得又好看，不好追。给你卡里转了50万，先用着，不够跟我说。沈军看着我，眼眶红红的。哥，你是我亲哥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有些伤感地说道，如果你姐还在，她会支持我这么做的。你回去跟爸说，明天我回去陪他喝2杯。第二天，我提着满满当当的补品过去，岳父岳母都很开心。岳父亲自下厨，给我做了他的拿手菜，岳母负责给我们布菜。3个男人喝得醉醺醺的，恨不得把银行卡密码都交代出去。酒过3巡，岳父突然问我，小陈，你说给我们买套房子的事怎么样了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为难地说道，爸，是这样的，我想把房子落在你们名下，但沈军的收入确实不太够负担贷款，所以我想全款给你们买。但是目前我手头的钱离全款还是有点距离。岳父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了，那也不能总拖着呀。小军也不小了，没有房子，他怎么找得到本地的老婆？是，我疯狂地点头。思索一番后，我拍着胸脯保证，爸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1个月内把事情给您办得妥妥帖帖的。第二天，我告诉沈军，我有事要出去一趟，给他放1天假。他有些奇怪，哥，你去哪里？咋不带上我呢？我给你拎包也好。我神秘地告诉他，我去搞点钱回来，给你买大房子。沈军的眼睛都亮了，他坚持要跟着我，我坚持不带他。第3天傍晚，我满脸红光地回来，直奔岳父家。爸妈，小军，钱的事情搞定了，明天你们就去看房子，不用替我省钱，往贵了看。一家3口看我的眼神比亲儿子还要亲。吃了晚饭离开的时候，岳父坚持要送我。我知道他有话要跟我说，笑着跟岳母打了个招呼后，陪他一起下楼，在楼下花园里绕圈，圈又一圈。岳父东扯西扯找话题，总在关键时刻欲言又止。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，爸，有什么话直接跟我说，我是您半个儿子，永远站您这边。岳父搓搓手，难为情地开口道，小陈，珍珍那些包包你也用不上了，能不能给我几个？我想也不想就摇头，不行，那是珍珍的东西，谁都不能动。岳父的脸色红了又白，欲言又止。我索性帮他挑破，爸，你要包包干什么？妈不爱用这些包，你要送给别人啊。岳父一咬牙，点点头，我认识了个阿姨，我们聊得挺好的，她跟你妈不一样，她很时髦，我想给她送点时髦的东西。我有些奇怪，之前我给您转了100万，一般的名牌包包您完全买得起呀。岳父的头都快低到地上去了。那100万我跟你妈一人一半，我的50万都用来给你阿姨买包了。我恍然大悟，二话不说掏出手机又给他转了20万。没事，爸，没事，这20万你先花着，主要是要给小军买房子，我这边压力有点大，等我缓过这一阵，你给阿姨花的钱我包了。岳父猛地抬头看我，两眼泛出泪光。我收好眼里的恨意，拍拍他的肩膀，那爸，我先回去了呀，有事儿您随时跟我说。第二天，沈军向我请假，说他们一家3口要去看房。很快，我便接到朋友给我发来的信息，前一晚，沈军搂着谢丽丽的腰进了朋友名下的酒店，便再也没有出来过。临近中午，又续了房。这时，我的手机又进来一条信息，是谢丽丽，陈总，任务完成，
同时银行卡的信息也到了，谢丽丽给我转账50万。我放下手机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这一刀同时斩向两父子，不知道我亲爱的岳母大人该如何应对。下午的时候，沈军回到公司了，只见他眼窝凹陷，脚步虚浮，明显就是纵欲过度。一见到我，他兴奋地跑过来，哥，我跟小丽在一起了。他说他就喜欢我这样从农村里出来的男人，他让我带着50万去他家里提亲。哥，你能不能再借我50万？我诧异地问他，我给你的50万花完了。沈军羞涩地点头，我转给小丽了，我要向她证明我确实是她可以依赖的男人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做得对。可是我为难地说道，目前我手里的钱只够给你买房子了，要不房子先缓一缓，我先给钱你去提亲。沈军的脸色马上变了，不行，哥，房子要紧，提亲的钱我自己想办法。他耷拉着脑袋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又跑回来，哥，上次你消失了一天，回来就说筹够买房子的钱了，你究竟去哪里了？我冷下脸，你不要学。沈军苦苦地哀求我，哥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我喜欢的女朋友，我不想错过。犹豫了半天，我终于向他透露，我去了泰国，1天时间赢了1000万回来。沈军的眼睛都亮了，哥，你下次去的时候带上我行不行？我冷冷地拒绝他，你以为钱这么好赚？我是拿命去搏的。你以为那些赌场为什么能开下去？没有人输钱，他们靠什么盈利？沈军唯唯诺诺地应了，一步3回头地离开。我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沈军失魂落魄的背影，给朋友打去电话，可以收网了。朋友的速度很快，第2天沈军便失联了。与此同时，之前安排去接近岳父的那个女人也给我发来信息，一切尽在掌控之中。又过了1天，岳母给我打来电话，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。原来沈军拿着我给他的50万，又去找谢丽丽，却被他告知没有100万，他是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。于是沈军便动了去泰国赌钱的心思。岳父得知他的想法，不仅不阻止，反而大力支持，甚至拿出自己的20万私房钱，让沈军带去泰国。却不料父子俩在泰国不仅输光了所有的钱，还欠下200多万的赌债，被赌场的人扣下。岳母求我救救他们，我冷冷地告诉他，我会想办法的，便挂断电话。过了2个小时，我再次接到岳母的电话，她说岳父的情人找上门，向他摊牌。岳父不仅为他花了大量的钱财，甚至还为他购置了一处房产。岳母与岳父大吵一架，岳父却叫嚣他早就受够了岳母这个黄脸婆，他要离婚，然后娶他的情人。岳母在电话里嚎啕大哭，问我应该怎么办。我淡淡地告诉他，搜集岳父出轨的证据，然后起诉离婚，分割婚内财产，他会得到他应得的一切。岳母在电话里千恩万谢，然后挂断电话。我坐在大班椅上，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通话结束，轻轻地扯出一抹冷笑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都关注着岳父岳母家的动态，却迟迟没有动作。直到岳母再次给我打来电话，他与岳父已经正式办理离婚手续。岳父的情人拿着他为他购置的房产，转身找了一个年轻的男人，并迅速与岳父分手。岳父人财两空，此时正被赌场的人押在泰国，等着家属去赎人。岳母问我能不能看在已经去世的珍珍的面子上，
出钱把岳父和沈军赎回来。我二话不说，便应承下来，挂断电话。我马上订了一张飞往泰国的机票，在赌场见到鼻青脸肿的岳父和沈军，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。岳父和沈军却像是看到救星一样，扑上来拉着我的手，求我带他们回家。我皱着眉头看向赌场的人，他们拿出一张232万的账单，我二话不说，当场转账，然后带着岳父和沈军离开。在回国的飞机上，岳父和沈军抱着我痛哭流涕，他们向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踏入赌场半步。我淡淡的笑着，把他们安抚下来。飞机在沪市落地，刚一开机，我便接到岳母的电话，她问我人就回来了没有。我说就回来了，现在正准备回家。岳母在电话里千恩万谢。挂断电话之前，她凄凄爱爱地问道：小陈，你能不能再帮帮沈家？沈军他爸在泰国欠了200多万，他之前还为他那个姘头花了不少钱。我们离婚的时候，财产分割完了，我实在是拿不出钱了。小陈，珍珍不在了，你就是我们沈家唯一的希望了，你能不能再帮帮我们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缓缓开口：妈，不是我不想帮，而是我也没钱了。岳母在电话里惊叫起来：怎么可能？你之前不是才赢了1000多万回来？我冷笑：妈，那1000多万在泰国就已经全部花光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为我跟珍珍之前的婚房办理了抵押贷款，才把你们从泰国赎回来。岳母在电话那头发出不可置信的尖叫：那你现在住哪里？我叹了口气，我把婚房租出去了，自己租了一个小公寓住着。岳母再次惊叫起来：租来的房子怎么可能有家里住的舒服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就过去找你。挂断电话，我冷冷地看向身边满脸惶恐的岳父和沈军。刚才岳母说的话，你们都听到了。两人齐齐点头。我叹了口气，我现在所有的身家就只剩下这套还在按揭的公寓和一辆代步车了。如果你们不介意，可以跟我一起挤一挤。岳父和沈军对视一眼，齐齐点头。他们现在哪里还有更好的选择？回到家，我把仅有的一间卧室让给岳父睡，沈军睡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而我则睡在阳台的折叠床上。我们3人挤在这个不足50平的小公寓里，度过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。这1个月里，我每天早出晚归，不仅包揽了所有的家务，还负责一大家子的1日3餐。不管岳父和沈军提出任何要求，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他们。终于，在某一天晚上，岳父向我开了口：小陈，我跟你妈离婚的时候，那套房子是判给她的，我们现在这样也不是个办法，你能不能……我静静地看向他：爸，你是想让我去找珍珍爸妈，把我现在住的这套公寓要回来，是吗？岳父老脸一红，点点头。我叹了口气，也不是不行，只是当初我跟珍珍结婚，你们家没有出1分钱，婚房是我爸妈出钱买的，装修也是我家搞定的。现在你们想住进来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我爸妈那边我不好交代。岳父马上接口：你放心，小陈，只要你把我们接过去，以后我跟小军都听你的，家里的家务活你不用动手，我跟小军全部包圆了。沈军也在一边猛点头：是啊，姐夫，以后家里的活你不用干，我跟爸来就行了。我看着他们，淡淡的笑了，有你们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第2天，我便以岳父岳母离婚，他们现在居无定所为由，接他们住进我的婚房。岳父和沈军也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，
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。每天不管我多晚回家，家里都窗明几净，饭桌上永远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。不管我在外面多苦多累，回到家永远都有热菜热饭吃，有热水澡洗。我终于感受到久违的家的温暖。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半年。这半年里，我白天在公司上班，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的温暖。我甚至已经忘记我曾经恨过他们。直到半年后，我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昏迷不醒。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，公司因为群龙无首，陷入一片混乱。之前我谈好的几个大项目全部黄了，竞争对手趁虚而入，挖走我大部分客户，公司陷入巨大的危机。而我之前为了救岳父和沈军，欠下银行巨额贷款，银行天天打电话催款，甚至给我发来律师函，扬言再不还款就收走我的房子和车子。我曾经身家千万，如今却陷入巨大的危机。我曾经以为的家人，却在此刻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我。沈军带着他爸迅速搬离了我的房子，甚至他们为了撇清关系，还把我拉黑。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万念俱灰。我曾经是真的把他们当成我的家人，甚至我曾经想过，如果他们愿意，我可以给他们养老送终。可是在我最危难的时候，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我。我终于明白，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，我谁都靠不住。在我昏迷1个月后，我醒了。我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我爸妈忧心忡忡的脸。我妈抱着我嚎啕大哭：“你这个傻孩子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也不跟我们说一声。要不是你张姨看到你躺在医院没人管，给我们打了电话，我们到现在都还被你瞒在鼓里。”我抱着我妈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我已经30多岁，不仅不能让我爸妈享福，还在他们年近60的时候让他们为我操心。我真是太不孝了。我在医院住了1个月，便出了院。这1个月里，我想了很多。人永远只能靠自己。以前是我太天真，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以后我不会了。出院以后，我迅速投入到工作中。幸运的是，我之前的老客户们还记得我，他们给我介绍了几个项目。我拿着这几个项目重新组建团队。又3年，我的公司重新走上正轨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